更让魏无羡确定自己在梦中的事，他前世的肉身明明早就被撕咬成碎片了，连他自己都回不到那个肉身上去，但那个肉身现在居然又出现在自己面前了。若只是一具不会说话的壳子，他还觉得没那么诡异，关键是这个原身的魏无羡居然还在对自己说话。你知道什么是镜子吗？原身的魏无羡面无表情地开了口，声音中带着浓重的金属音，这让魏无羡感到很难受。什么是镜子？别给我来这一套！你谁啊你？装神弄鬼！你查查，我夷陵老祖是祖宗！魏无羡正琢磨着自己怎么会做这种诡异的梦，平时在蓝忘机面前撒娇撒惯了，此时真的面对这么莫名的情况，没有他在身边，居然有点不适应了。没想到魏无羡不耐烦应付他，原身的魏无羡倒是很有耐心跟他搭话。你是看不惯年轻的自己这副一脸高深莫测的样子吧？是又怎样？反正以后也不会再看到了。原身的魏无羡笑了笑，恐怕你要面对那样的自己很长一段时间了。我是来提醒你镜子真正的意义。魏无羡也不傻，他一下子就抓住了重点。镜子，你的意思，我现在看到你不是因为在做梦，而是因为那面奇怪的铜镜。原身的魏无羡道：没错，废话不多说，你必须要记得镜子的终极意义是相反。镜子里的你总和现实中的你是相反的。在你还没有闯进来之前，镜中人只是与你普通的身体动作相反，所有事情都是照常发生着的，你们的时空是互不干扰的。魏无羡突然打断道：你的意思是，镜中时空发生的一切，跟我曾经经历过的事情是一模一样的？没错，而且……只说了4个字，原身的魏无羡突然笑了笑，故作神秘一般停了下来。魏无羡懒得计较他这种莫名的神秘感，接着道：而且，因为那个时空都一样，所以我的过去与未来其实是早就注定的，对吗？原身的魏无羡点点头，这样子看起来更像前世他夷陵老祖的那种故作高深的姿态了。魏无羡发誓他再这样，他就要忍不住冲上去把他暴锤一顿了。但是你现在要进入镜中，所以你与镜中人将不再会有身体动作相反，但是会有更加麻烦的相反。魏无羡突然醒悟：停，我为什么一定要进镜子里？我没说要进去，蓝湛会找不到我的。原身的魏无羡瞥了他一眼，慢慢道：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自己不清楚吗？是你自己想改变过去，才会有镜中世界的开启。听了这话，魏无羡有些发愣，是他自己想要改变过去的吗？他想不清楚，现在明明很好，为什么要改变？改变对现在会有什么好处？是自欺欺人，与命运抗争。刚刚不是说过了吗？这场抗争毫无意义，因为过去与未来是早就注定的，无论在哪一个时空，所有的事情都在发生着。魏无羡悄悄攥紧了右手，青筋凸起，细细的青紫脉络看起来脆弱却又坚韧。不可能，他不相信，怎么可能毫无办法？逆天之举，不是他夷陵老祖魏无羡一直在做的事情吗？上一世的恩怨情仇，桩桩件件都像天雷一般裹着暴风砸在他的脑内。他突然知道该怎么做了，即使是另外的时空，他也想改变轨迹，改变那混乱的过去。魏无羡缓缓抬起头，双眼直勾勾地盯着自己，那眼神不是来自17岁的魏无羡，不是来自重生后的魏无羡，而是来自那个邪魅狂狷、霸气四溢的夷陵老祖魏无羡。他低低的声音回荡在这个虚无的空间，却是难以得见的坚定。会有什么相反出现？我会注意的。原身的魏无羡早已料到他会有此问，也不意外。是不受控制的意念相反。简单来说，你要往东，他就往西；你要青蓝忘机，他就统蓝湛。魏无羡似是被呛了一下，一脸坚定瞬间破碎。这世道谁创的？不厚道吧？原身的魏无羡很无奈，这个他也控制不了。到时候你做某些事的时候，可得想好他会怎么样，不然总做一些违背本心的事情，我怕他会忍不住提前宰了你这个罪魁祸首。时空总有规律，你打破这个规律，进入这个世界，总要有新规律来适应。你到时候离蓝忘机远点就行了。魏无羡一惊，什么意思？你说的是哪个蓝湛？你的蓝湛，他跟着进来了。
魏无羡瞬间紧张起来，自己这一趟进去，不知道要面对怎样混乱的前世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，毕竟人力有限。一旦失败，那蓝忘机这次可要亲眼看到自己的死状，不知道他会怎么样。思及此，魏无羡也不想再细问，只想赶快到蓝忘机身边，之前说的离蓝忘机远点什么的全忘了个干净。他道：快送我过去，我得先他一步到，不然还不知道他会怎么样。原身的魏无羡也知道他紧张什么，只简单道：好。瞬间，魏无羡眼前的正版肉身就化作了漫天的碎片，甚至还有着淡淡的荧光附在其上。这时他突然想起一件大事，立刻扯开了嗓子问道：喂，我会被送到哪儿啊？然而原身的魏无羡已经没个形状了，只有很淡很淡的声音传入魏无羡的耳中：心结所在之。话音未落，那身体的碎片就全部腾空而起，荧光随着碎片的继续分裂而渐渐削弱，似是漫天闪烁的萤火虫飞舞。魏无羡有些疑惑，我的心结那么多，会被传到哪个时间段，还真不好说。只好看着自己的碎片，随便想点别的。也许我死的时候就是这样一片一片带着荧光，那死状也挺有观赏价值，蓝湛看到了应该不会太难过吧。正胡思乱想之间，碎片已经化为了更细的粉末，消失不见。世界顿时安静，而又沉入更深的黑暗之中。然而不过片刻，无边无际的虚空黑暗就像被一个什么东西吸走了一般，黑暗逐渐稀薄起来，光线反而更加强盛。魏无羡不禁眯了眯眼，抬起两指揉了揉略微刺痛的太阳穴。待眼睛适应了光线之后，魏无羡掀起低垂的眼帘，只一眼，他的震惊与恐惧就一下子冲上了顶峰，想要逃离的冲动让他站立不稳，险些从一根横木上掉了下去。居然是不夜天！炎阳烈焰殿之中，数千仙门修士正疯了一般与破土而出的凶尸厮杀，断肢残臂摊了满地，血肉飞溅，刺痛人眼。魏无羡发现自己站在一根屋脊之上，过于激烈而熟悉的一幕不断冲击着他的神经。这一场战斗太过铭心刻骨，而此刻他也终于明白了心结二字沉甸甸的分量。他好容易稳住心神，却有些意外地发现自己的出现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，包括那个杀红了眼的自己。魏无羡四处张望了一下，忽然听见另一条屋脊上传来一阵零零的琴音，他心中一紧，立刻转过头去。果不其然，一身翩翩白衣，一脸冷若冰霜，不是他的心上人又是谁？魏无羡的目光锁住那人，就再也移不开了。他口中喃喃出声，却已不自觉红了眼眶。蓝湛。时隔多年，他一直不愿意回想那夜他与蓝忘机的交手，也记不太清了，是逃避，是恐惧，他也说不清楚。然而他的逃避终于在这一刻被另一个时空打了个粉碎。无论愿意或不愿意，他终是看清了当年的蓝忘机到底是怎样的眼神，怎样的动作，怎样的言语。他听见自己那冷淡的声音开了口：啊，蓝湛。听到自己那半是嘲讽半是疏离的声音，魏无羡瞬间暴躁起来。可能是被那杀声震天的气氛感染，他居然连自己对蓝湛如此无礼都忍受不了，眼中几乎冒出火来，只想冲上去把那个自己给揍散架，让他瞪大眼睛看清楚这人是谁。刚想开口打断二人，魏无羡就看见蓝忘机负琴上背，抽出碧尘向自己刺来。当初的自己已经被愤怒燃尽了理智，以为蓝忘机是想击杀自己，然而今日以旁观者的身份再来看，蓝忘机的剑尖对准的是自己手中的陈琴。是啊，蓝忘机的剑怎么可能会对着自己？那时候的自己到底蠢到了什么程度，连这点都从未发现。魏无羡呆呆地看着两人，那边的自己大笑出声：好啊好，我就知道，终有一天咱们要真刀实枪的杀一场。横竖你从来都看我不顺眼，来啊！话到最后已经无可避免地破了音。魏婴。蓝忘机突然低喝他的名字，这一次他声音中的颤抖都被扩大了无数倍，在魏无羡轻轻抽搐的心上重重地砸去。魏无羡的心猛地痛一下，然而痛过之后却有了几分清醒。他感觉自己似乎不该站在这里，自己的心结
不该是二人这一场没有杀伤力的对话，是什么呢？魏无羡的瞳孔骤然一缩，全身的血液仿佛都冲上了头顶，又瞬间落下，一张脸在一道闪电的照耀下白得吓人。师姐，